再亲一个。我们苗艺要10岁了。早上准备来煎一个吐司，这个就是神货买的那个高含水量的吐司，我是全部都切块，有的切的薄一点，有的切的厚一点，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的。大家听到这个嗡嗡的声音啊，是我们家的那个锅炉。这包豆子也基本上喝完了。呀，不够呢。这个是刚刚从冷冻室里面拿出来的，然后里面都是我抽真空包装的整袋的豆子。来开一包这个好了，这个是在 Weekenders 买的洪都拉斯。虽然这样直接混在一起，风味可能会有点奇怪，但是我也不想浪费这一点豆子。奶泡太薄了，到后面的时候这个花就撑不住了。加一点枫树糖浆，然后这个是我之前自己熬的菠萝酱，稍微放一点。早餐完成。好香！我马上就来给苗一洗了个澡，它现在特别的香。现在是我最愿意抱它的时候。哇，这个吐司真的太软了，是那种下次我去神户一定会再去背2条回来的吐司。我甚至可能为了它再去买一个更大一点的袋子。在抠我的头发。我前2天给我的 iPad mini 买了一个这种磁吸壳，然后我又买了一个这种磁吸的支架，特别喜欢它这个转的声音。喂，做甚？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，不可以再闹我了，你要睡觉。今天中午打算来煮个意面，先把面煮上。昨天晚上花了一点虾仁，来做一个蒜香虾仁口味的，正好还剩很多包好的蒜。一堆蒜片准备完毕。先用橄榄油煸一下蒜，一定要用小火，要不然这个蒜很快就糊掉了。现在这个蒜片差不多炸到微黄，虾仁也熟了，稍微加一点面汤。
OK 了，出锅。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智野的柚子浓缩汁，它整个的这个瓶子虽然敲起来有点像塑料，但是感觉确实是玻璃瓶的质感，非常的重。OK， 去吃饭啦。之前大家抽的这个本子，我现在已经利用起来了。就是每一周要做什么事情，我基本上在上周的周六周日就会规划清楚。这也是我一直用这种日常本的习惯。然后我还给它套了一个这种壳，这个其实是我之前买的护照夹的保护套，因为这个本子是那种护照的 size， 所以说我就用在这儿刚刚好。我现在穿的这件衣服，就是我在家里面当做一个工作服来穿的。除了这件黑色的，我还有一件银灰色的，但是那个不是特别耐脏，所以这个黑色的我更常穿一点。但这个黑色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苗栗的毛粘上去特别的明显。但是我做饭如果沾到油的话，黑色就不是很明显。所以大家冬天看我的 vlog 应该会经常看到这件衣服。要是有罗勒会更好吃。来上普拉提课啦！今天也是努力运动的一天。1 hour later， 下课回家。因为这个瑜伽教室离河马很近，所以基本上每一次来，我都会从河马买一些菜。虽然我们家买不了河马，但是可以在这边订菜。买了一袋小青菜、苦菊，我超喜欢生吃苦菊。买了一盒鸡蛋，一袋沙拉菜，一小盒肋排、芦笋，这个看起来就嫩一些。白萝卜、甘蓝。这个混合蔬菜用来做炒饭很方便。小土豆，这个土豆我之前吃过一次，我觉得面面的，很适合炖菜或者是做土豆泥。然后2盒牛奶做咖啡用的。看了一下，这个保质期是到今天的，所以说我打算把排骨汤炖上，明天直接喝。先焯个水。一般用来熬汤的姜片，我会稍微把边儿去一去，然后再放一个葱段就可以了。准备做一个排骨萝卜汤。焯好水的排骨，然后葱段、姜片。later， 熬了40分钟，这个肉汤的香味儿已经飘满整个家里了。加入萝卜，再炖个半个小时，明天就可以喝了。今天是元宵节，早餐来吃个元宵，然后还有过年的时候包的饺子。汤圆，哎，这叫汤圆还是叫元宵来着？
我真的是这个知识点年年看年年忘，是滚出来的叫元宵还是包出来的叫元宵来着？早餐完成啊，汤圆，这个是包出来的汤圆。因为15叫元宵节，所以每次我都想喊它元宵。大家15的时候吃的什么馅儿的呀？对我来说，我的 One Pick 永远是黑芝麻。我们家包饺子，我跟我妈都一样，永远都是喜欢皮厚的，比起馅儿更喜欢吃皮。自己家包饺子就是最香的。来拆几个快递。我买了一个沙拉的脱水器，颜色还蛮好看的。猫猫洗澡的浴液，还有护发素。苗艺跟球都是在家里面洗澡的。啊，对，这个是我之前看小梅的视频，她推荐了红油辣椒。我们家的油泼辣子吃完了，所以我也买了一个。一看就是志光师寄来的豆子，好漂亮的小盒子，谢谢志光师。我买了一个餐垫，这种稍微有一点点厚度的，热锅可以直接放在上面。哎 ，no， 苗艺不要蹭相机，那边去。你给我过去。这个是那种稍微有一点点高度，然后它的宽度会稍微再窄一点，这样的话碗盘收纳也会更轻松一点。哎，刚刚好。我最近在尝试我之前从韩国买的烘焙书上面的食谱，正好我做的菠萝酱还剩一点，打算先来做一次试试，如果好用的话，将来推荐给大家。今天打算尝试司康卷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做，但愿可以成功。中午准备热一下这个排骨萝卜汤，蒸点米饭就可以了。倒一点这个酱油，用来蘸肉吃。午饭完成。还行啊，稍微来一点酱油。虽然排骨红烧也很好吃，但是我也特别喜欢这种炖到一敏即化的清炖排骨。昨天下午有点不舒服，没来得及把这个面团给做出来。今天早上来烤一下。但是其实现在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，我忘记我昨天做的时候有没有放糖了，搞笑。
这个司康卷横切面是这个样子的，不知道烤出来会是什么样。拿去180度20分钟，期待一下成果吧。来做一个土豆鸡蛋沙拉，稍微放一点奶油。现在这个土豆泥有点太干了，加一点会让它粘合性更好。美乃滋，然后来一点蜂蜜芥末酱、胡椒粉。鸡蛋土豆沙拉完成，切2片薄一点的吐司来做个三明治。这袋里都是我上次旅行从各个咖啡厅买的各种各样的手冲。今天来喝这个好了，京都的这个 Style Coffee， 他们家这个手冲包买的时候我觉得有点贵啊，结果打开发现它里面是有2包的。土豆沙拉三明治完成，加一点牛奶，给大家看一下我这次做的司康啊。就为什么说很多食谱我没有办法第一次就跟大家分享，我自己得试错一次。像这次的话，我就把这个司康切得太薄了，导致馅儿多的这些在烘烤的时候就塌了。一开始切的这些馅儿少的反而幸存了下来。挑一个幸存的尝一下。其实这个烘烤的时候上面应该刷一层蛋液的，但是我又不想重新打一个鸡蛋会浪费，所以说就没有刷。如果刷蛋液的话，烤出来应该更好看一些。早餐完成。狗真好，我们苗艺要10岁了。因为当时买它的时候，卖家没有给到一个准确的生日，后来带它去宠物医院检查的时候，医生推断它大概是2月底到3月初出生的，所以说，今年苗艺就10岁了，鼓掌，真棒。这个司康卷啊，说实话，我之前好像没有在韩国的那个咖啡厅见过。刚刚我走那边捏了一块边角料，我觉得非常的好吃。这个卷的每一层都是很多次折叠得来的，里面特别的酥。原食谱用的是苹果酱，然后我这次用的是菠萝酱。它不是那种蝴蝶酥的那种，一咬下去脆生生的酥，是入口之后沙沙化在你嘴里面的感觉。等我再研究一下我的问题具体出在哪里，再跟大家分享食谱。今天中午准备做一个2条苦菊，先给它脱个水，感觉还行，有点用。然后再做一个炒饭。我刚刚出去练普拉提的时候还买了一只炸鸡。调味的话，放一点蚝油，一点盐，最后加点黑胡椒就可以了。刚刚买了 IMAX 2D 的哪吒的票，下个礼拜的。本来我爸妈对哪吒是不感兴趣的，但是最近他们看到了太多新闻，我妈昨天突然跟我说她想看哪吒，然后我看了一下，都到这周了，临近几天的场都没有什么好座位了，所以说赶紧买了刚刚开票的下周。这个香酥鸡我之前好像拍过一次，它就是那个卤好的整鸡，然后去炸的。
自从我发现这家店之后，我已经很久都没有点其他的炸鸡了。한국에는 말과 관련된 속담이 많습니다. 이러한 속담들의 말을 할 때今天早上继续来吃昨天做的这个沙拉，面包来吃这个。之前在神户那家面包店买的面包里面最后剩的一块这个黑芝麻吐司，里面有很多芝麻，干嚼也非常香的面包。一点点够呢。这个司康卷虽然说模样有点失败，但是这个味道真的意想之外的好吃。等我再研究一下，给大家分享视频。简单的化了一个妆，准备出门。在这个好，这个是我在神户做的那个毛衣链，那家店是可以自己选链条，然后链条上你要穿什么装饰都是可以选的。这个我觉得搭黑色的毛衣应该更好看，不过这样也还行。OK， 去爸妈家。找到了么？没有找到我就先回家呢。黄大桥的现在黄大桥的床可多了，破的不得了，10来个床位。那厉害了，厉害很了。酒吧，酒吧在哪里呀？酒吧，酒吧，哎呀！啊，酒吧过来，酒吧过来。哎呦，大飞球，大飞球！看我们家新铺的地板，墙的颜色终于从绿不拉几变成了白墙。这个是艺术漆是吧？对，质感是不错。这叫魔术漆。我妈换了一套新的灶台，上面的柜子也重新做了一下划分，新的水台，不错呀，整的。拿微波炉热酸奶，它是怎么想的？它是玻璃瓶的，然后砰，现在不能用了，上面全是酸奶，一打开空闸，满屋的那个烟就烧着了，酸奶烧着了。啾啾啾，啾啾啾。球球，亲亲，球球，我亲我了，你真乖，亲亲，哇，啊，真乖，亲一口，亲一口，就亲一口，亲一口，啊，亲够了，不亲，耶，相机不是你能亲的，宝贝儿，就亲一口，哇，哎，真好。今天中午来吃百味地锅鸡，其实徐州百味地锅鸡特别多，但是财校对面的这个有20年吗？没有吧？有，我小学的时候吗？
我初中的时候吧，一直就吃的就这个鳖。不知道，反正这个真的开了很多年了，上面写着徐州首家民间地锅。你说汽车吧，也是真的方便，但是每次出来停车真的是个事儿。好像是这家店先叫百味地锅鸡的，对吧？对，剩下都不正的。我小学的时候吧，我觉得我初中的时候吧，反正好几。节假日全是人。咱们上次不就是节假日来的吗？没进来。上一个吃一个吧，手撕泡菜。应该吃一个呗。就是很久没吃他们家的地锅鸡，我都忘了什么味儿了。它这个饼就是会比之前咱吃那个贴的没那么实，就一扯就下来了，不需要铲。真将最好吃的精华在这儿。我爹跟我们出来吃饭就是挑素菜吃。我妈特别喜欢吃鲫鱼，这个是鲫鱼喝饼。它这个饼不是贴在锅沿的，是直接放在锅里炖的。这边就是贴的，